丞相，你可还有什么心愿？陛下，臣只是想问问，陛下可以不答，臣那个不成器的陛下去了何处呢？朕不是已经归天了吗？这又是何处？啊！朕的父皇死了，朕的兄弟也死了，还请陛下节哀。还请陛下节哀。天哪，这实在是太令人伤心了。陛下，我们都是先帝从底层中提拔上来的，臣等必以死报效陛下，以告慰先帝在天之灵。臣等必以死报效陛下，以告慰先帝在天之灵。既然这样，众卿就随朕一起伐吴灭魏，以告先帝在天之灵。这样的阿斗这么好战的吗？怎么跟换了个人似的？陛下，益州疲弊，此时不宜。丞相可是要劝我放弃伐吴，共同抵抗魏国。不错，魏国势大，蜀汉衰疲，联吴伐魏，才有一线生机。子龙，你怎么看？陛下执意伐吴，只恐曹丕趁我们后方空虚，直捣成都啊！这有何难？让丞相留守成都不就行了？那曹丕定不敢轻举妄动。可无论是我、文长、孟起统领一支军队，厮杀皆是万人敌；可若是排兵布阵，统领三军，我等怕不是陆逊的对手。既然如此，朕明白了，听朕的命令。陛下能明白就好。朕要御驾亲征。陛下圣明。什么御驾亲征？怎么，子龙觉得朕不懂兵法？想当年长坂坡，朕执弓矢，公执枪相随，虽百万曹军，又能奈我何？长坂坡那时候你还是个婴儿啊喂！你执个屁的弓矢啊！那时候你不是在我怀里哇哇大哭吗？陛下不可啊！曹操、孙权御驾亲征，皆有败绩，连先帝夷陵之火都未熄灭，陛下怎可重蹈覆辙？朕有丞相真是太舒服了，对人都不带说重话的。这要是换成魏征，这会儿唾沫星子早就喷朕脸上了。丞相，曹操算什么？就算他死而复生，我也能把他打回土里。何况区陆逊？相父与其担心我，不如担心孙权。若曹丕割地利诱，让他趁火打劫呢？这可能性极大。这还是那个只知道斗蛐蛐的阿斗吗？这敏锐的嗅觉简直比先帝还毒辣。所以我们要率先出击，只有把孙权打疼了、打怕了，他才不会对我们有非分之想。到时候恢复中原，也不用太过于担心大后方。报800里加急，曹丕兴兵50万，兵分5路，直取西川。曹丕奸贼，欺人太甚！慌什么？让他说。第1路，曹真取阳平关；第2路，孟达攻汉中；第3路，孟获犯4郡；第4路，柯比能打西平关。这第5路是不是孙权出兵10万取峡口入川？陛下真乃神人也，正是如此啊！我操！天佑大汉，先帝显灵了！这哪是庸主，这分明是千古一帝的苗子！陛下既以此言，必有退敌良策。那是自然。传朕口谕，马超威震西凉，命他死守西平关，伏4路骑兵，羌兵必退。魏延熟悉地形，命他左出右入，设疑兵之计，蛮兵多疑，必不敢进。至于孟达，那是反骨仔，让李严写封信去叙旧，他必称并不出。至于曹真内路，照说你亲自去，只守不攻，曹真必退。老臣领旨。眨眼间，5路大军已去4路，只剩下最棘手的东吴孙权。陛下真是成长了不少，有如此神机妙算之能，还这么谦虚，汉室可兴，汉室可兴啊！丞相，这最后1路你觉得该如何？陛下，臣认为东吴这边还是先派人安抚为好，日后再缓缓图之。相父说的有道理，那就听丞相的，朕会派人去东吴安抚孙权的。今天就这样吧，一切交给朕就可以了。如此便好，如此便好，臣这就告退。你们谁能告诉我，陛下去哪里了？丞相，陛下留了道，旨意给您。
丞相放心，朕已亲自带人前去安抚孙权，很快就能把孙权抓回来。他的九族日后再缓缓图之。陛下，我是这个意思吗？陛下，这太冒险了吧？我们兵力太少，一旦陷入重围，后果不堪设想啊！怕啥？当年二叔过五关斩六将，水淹七军，难道不是冒险？三叔当杨桥头一声吼，吓退曹兵100万，难道不是冒险？就算是这样，可陛下只拉了我2人也。关兴，当年你爹单刀赴会震慑东吴，你难道要剁了他的威名？东吴鼠辈而已，臣愿誓死追随陛下。好，咱们3人足矣。快看那边，有3个家伙鬼鬼祟祟的。我去，这么快就被发现了！大哥，我出场还没1分钟，就要领盒饭吗？慌什么？朕戎马半生，只带几名亲随刺探军情，这种场面不过是小意思。还带兵多年，你唯一那次上战场是在子龙叔怀里哇哇大哭吧？摊上你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别愣着，快躲开！好犀利的剑法，咱陛下啥时候这么猛了？这还是那个阿斗吗？你们俩听着，立刻放慢速度，吊着敌军，引至伏击圈，将他们一举歼灭。陛下，目前只有1支分队在追，咱怎么把他们大部队给勾引过来？哼，这还不简单？江东鼠辈听着，朕乃大汉天子刘禅，是男人就来砍我！我靠，这都什么神操作？娘，要回家！大伙儿听到没？他说他是刘禅，传令立刻调动所有兵马，无论如何也要活捉刘禅献给吴王。都说刘阿斗昏庸，今日一见，果然是自寻死路。于是李世民决定只带5人侦察曹军大营，张苞和关兴当场就急了。可李世民只是微微动怒，帝王气场瞬间爆发，2人瞬间大骇，只能遵旨。而他这神之一手的效果，此刻正在阳平关上演。城楼之上，邓芝满脸佩服，丞相果然神机妙算。谁知赵云却捋着胡须摇了摇头，伯苗猜错了，此计非丞相所出。难道是老将军您当年空营计再现？赵云再次大笑，非也，非也。紧接着他抛出一个惊天炸弹，做出决定的不是任何文臣武将，而是陛下。轰！邓芝如遭雷击，当场石化。陛下，那个只会享乐的刘禅，这怎么可能？他看着赵云，颤抖着再次确认。赵云神情严肃，军中无戏言。随后便将那日在丞相府发生的一切和盘托出。听完真相，邓芝再也绷不住，他猛然跪地，泪流满面，嘶吼着：“先帝有灵，大汉之福啊！”赵云将他扶起，心中同样激荡。邓芝心情大好，竟然开起了玩笑：“子龙将军，当年长坂坡不会也是陛下保佑你吧？”赵云瞬间不自信了，他妈的不会真是吧？而这个惊天消息更是在魏延、马超、李严等人中疯狂传开，整个蜀汉上下的心中只剩下一个念头：汉室可兴。蜀汉这边有多狂喜，洛阳皇宫那边就有多死寂。曹丕坐在龙椅上，脸色铁青，杀气弥漫。50万大军竟然被人不费吹灰之力就给破，自己耗费无数金银钱粮，结果成了个笑话。他猛然扫视全场，有什么想说的吗？无人敢言。曹丕的目光瞬间锁定一人，司马懿。此计是你提出，你有什么想说？司马懿瞬间匍匐在地，汗如雨下。臣有罪。可曹丕却怒不可遏，直接将手中竹简狠狠砸去。司马懿根本不敢躲，当场被砸得鼻青脸肿。就在这时，尚书令陈群赶紧上前求情。他颤巍巍地说：“陛下，据闻此计乃刘禅所出。”话还没说完，一道讥讽的声音就响起。刘谦满脸不屑：“这种话你也信？他刘禅要是有这本事，我跟他姓。”陈群瞬间脸色铁青。其实魏国高层也收到了风声，但他们谁也不信，毕竟一个只会贪图享乐的草包，怎么可能想出这种计策？除非他被人夺舍。陈群还想狡辩，却被刘约当场打断。你以为孙权会硬着头皮伐蜀？他就是个蛇鼠两端的家伙。司马懿却趁机插话，眼中闪着寒光：“催促孙权出兵，只要战争打响，死一个人，事情就脱离控制。”刘元当即冷笑：“孙权不是傻子，再三催促只会引起他的疑心。”司马懿立刻抓住话柄，阴冷一笑：“所以才需要一位能言善辩之士，
去游说东吴。刘岩还没反应过来，司马懿直接把矛头对准他。刘大人满腹经纶，料事如神，此去必能舌战群儒。陈群更是阴阳怪气的补刀，小心别像张松一样被人乱棍打出。刘岩瞬间哑口无言，他求助地看向曹丕，可曹丕早就看他不爽，当即拍板：爱卿不必多言，晋封东庭侯，增邑300户，即刻去江东。刘岩瞬间面如死灰，他跟张辽私交甚笃，张辽在东吴可是只小儿夜啼的存在，他去江东那不是羊入虎口？可曹丕却步步紧逼，断了他所有退路。成功了，朕重重有赏；失败了，朕也不罚你。话都说到这份上，刘学只能绝望领旨。看着他离去的背影，司马懿阴冷的声音响起：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啊！与此同时，蜀汉军营内，李世民正在庆功。陛下，你那神剑能不能教教我？喝得醉醺醺的关兴缠着他不放。原来李世民带人侦察时被吴将追杀，他反手设下圈套，将敌军全歼。关键时刻更是以一支神剑救下险被偷袭的关兴。李世民摇摇头，甩开思绪，想学找子龙将军。明日继续出发。关兴当场就愣住，还要出发？将士们刚经历恶战，损耗巨大。在他的认知里，哪有打了胜仗不休整的道理？他爹关羽就是因为没有休整，才兵败身亡。陛下难道比父亲丞相先帝还懂用兵？李世民却眉头一挑，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懂吗？至于损耗，李世民挠了挠头，突然灵光一闪，把吴军俘虏编入队伍，这不就又多兵了吗？万万不可！张苞当场大惊失色，这些吴兵心有怨气，万一阵前倒戈，后果不堪设想。李世民却不以为然地笑了，我当什么呢？这能算问题吗？李世民丝毫不以为意，嘴角一撇，先汉霍去病手下匈奴人比重不小，战果如何？人都不强。李世民眼中闪过一丝不耐烦，别可是了，听我命令。将俘虏打散编入亲军，明日继续进攻。他随即微微叹息，心想这刘禅的威望终究太低，自己做什么都要解释半天。要是换在他的时代，军令如山，谁敢有半句异议？不过也好，只要再打几场胜仗，用战功就能彻底征服这群人。而此时的长沙城内却是另一番景象，新上任的西线主帅孙桓正在大摆节风宴，所有人都当他是来镀金的，毕竟蜀国元气大伤，根本无力复仇。可孙桓却端起酒杯，高声宣布：我敬各位。若非诸位协力，我不会这么快击败蜀兵。话音落下，席下众人面面相觑，竟无一人附和。谁都知道夷陵破蜀是陆逊的功劳，你孙桓抢什么功？孙桓瞬间面色不悦，重重放下酒杯。怎么，诸位不给我这个面子？长沙太守顾温缓缓起身，只提报效吴王，绝口不提夷陵之战。这下孙桓彻底被激怒。蜀军损失惨重，怎么可能犯我边境？除非诸葛亮疯了。顾温却冷冷提醒：大将军还是整军备战，防患于未然的好。孙桓当场狂笑，放出狠话：他诸葛亮就算大举来犯又如何？他要能攻下一座城，我就不姓孙。话音未落，一道400里加急的军报被猛然送到面前。报，蜀兵大举入侵，现已攻陷龙阳、乾阳、武阳、陈阳4座城池，虎陵近半，落入蜀手。大厅内死一般的寂静，顾温冰冷的嘲讽声响起：早就听闻将军之父本姓胡，今日将军要改回本姓，真是孝感动天。不，这不可能！孙桓一把揪住传令兵，双眼赤红，这巴掌来得太快太响。他嘶吼着问：领兵的是谁？诸葛亮还是赵云？传令兵颤抖着回答：都不是。领头的小将身形圆润，一手神剑出神入化，打着一个汉字大旗，还有2个小将打着关张2旗，冲锋极其勇猛。如今大军已兵临，临源城下，整个武陵危在旦夕。孙桓听完反而冷静下来，在他看来，这正是自己立威的好机会。顾温沉吟道：蜀将中剑术超群的只有黄忠、赵云，可他们都……立刻有人猜测，会不会是他们的子嗣？极有可能。孙桓一拍大腿：黄忠之子早死，那肯定是赵云的儿子。可新的疑问又冒出来了，那他为何不打赵云的旗号，反而用汉字旗？孙桓越想越自信，在他看来，这逻辑完美闭环。诸葛亮智多近妖又如何？还不是比我孙桓差一点儿。他看着台下众人，脸上满是得意，而那些将领也懵了，竟然觉得他说的好有道理，完全无法反驳。于是有人小心翼翼地问：那大将军如何应敌？是战是和？孙桓大手一挥，豪气干云：送上门的功劳，岂有不要的道理？这仗不仅要打，还要打得轰轰烈烈，全军覆没。顾温还是不放心，提醒道：要不要向吴王请示一下？请示？孙桓冷笑一声，满脸讥讽：等你请示回来，人家早跑了。再说了，
关羽、张飞都被我们杀了，还怕2个小辈不成？你不懂军事，就别瞎掺和。顾温知道他在报复，气得拂袖而去，而孙桓却意气风发，仿佛已经看到自己大破蜀军，坐上大都督之位。与此同时，武陵城太守府内，李世民正看着一个奋勇杀敌的小兵，满脸欣慰，干得不错，李隆志，你这头功朕记下了。李隆志激动跪倒，将军，我不求奖励，只求留在您身边。李世民哈哈大笑，好，从今日起，你就是军中屯长，统领100人，好好干，你能当上将军。李世民用人从不看出身门户，有功就赏，有过就罚，这才是他的规矩。看着这一幕，关兴却小声嘟囔：陛下怎么突然又不开心了？张苞白他一眼，陛下说乱世才能生出新秩序。关兴一脸懵逼，我不聋，我是问这话什么意思？张苞一本正经的重复，就是乱世才能生出新秩序。关兴瞬间炸毛，直接扑了上去。你个龟儿子，耍老子是吧？就在此时，一处偏僻的军帐内，刚升任屯长的李隆志正将一封信塞给一个叫王二虎的汉子。李哥，说好了一起逃，你怎么变卦了？王二虎满脸不解。李隆志拍拍他的肩：你家有妻儿，我无牵无挂，跟着天策上将，我觉得能成。王二虎叹了口气，抱拳离去。我们后会有期吧。李隆志看着他的背影，心中暗想：但愿以后不要在战场上相遇。这时，角落里一个沉默许久的少年突然开口：屯长，你怎么不走？李隆志随口问：那你呢？家人都在吴国，为何不回？少年自嘲一笑：我父亲早亡，家业被叔叔夺走，回去找死吗？你叔叔真够畜生的。李隆志义愤填膺：放心，只要他不投降，我带你去报仇。少年冷冷一笑：谁投降，他都不会投降。李隆志好奇地问：对了，你叫什么？少年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淡淡回答：叫我孙少就好。武陵城太守府内一片狼藉，张苞无力地躺在地上，身上青一块紫一块，而关兴更惨，他赤裸着上身，被死死捆在柱子上。李世民只是漫不经心地解释：你太笨，该给你点教训。但他内心却掀起惊涛骇浪。李世民突然惊觉这具身体的力量竟然在向他前世的巅峰飞速靠拢，否则绝不可能如此轻易的就将2员虎将教训成这样。关兴哀嚎：那我什么时候能放开？李世民转身离开，只留下一句冰冷的话：先在这儿待一晚上，放心，动不死人。直到李世民走远，关兴才敢小声嘀咕：陛下怎么知道长安晚上能冻死人？可就在这时，张苞竟然从地上爬起来，看着关兴幸灾乐祸。陛下只让你待着，又没让我待，依我看，你该脱光了待3晚才能长记性。眼看张苞真要走，关兴急了：别走啊，帮我求求情！你妹的真走了是吧？张苞猛然回头，眼神一冷：我妹可是皇后，你想说什么？关兴瞬间秒怂：您老人家听错，等回成都，我必让贱内给皇后娘娘送上大礼。这还差不多。张苞满意的点点头，却突然靠近，趁着四下无人，一脚踹在关兴屁股上，然后转身就跑，身后只留下关兴气急败坏的咆哮：张苞，你给我等着！就在张苞潇洒离去时，千里之外的成都却已是暗流涌动。丞相在吗？马超、赵云、魏延一众老臣心急如焚地堵在相府门口。陛下多日不上朝，丞相也称病不出，这大汉的江山还要不要了？可相府之内，马谡快疯了，他看着眼前的诸葛亮，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丞相，赵将军他们还在门口，事情快瞒不住了。然而诸葛亮却置若罔闻，只是痴痴地捧着一封信。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写得真好啊！陛下真是文韬武略。马谡彻底崩溃，这还是那个殚精竭虑的诸葛丞相吗？这分明是个追星的书呆子。门外，魏延的耐心已经耗尽，眼看就要踹门。千钧一发之际，一个老童子慢悠悠地打开了门。魏延直接上前一步，声如洪钟：“快去告诉丞相，再不出来，我就硬闯了。”谁知那童子却不慌不忙，掏出2个锦囊：“将军别急，丞相早有预料，特让我将此物交给2位将军。”赵云接过锦囊，缓缓打开，里面只有1个字：等。赵云深吸一口气，抱拳道：“好。”我相信丞相。他虽然疑惑笔记为何不同，却没有多想。可就在这时，另一个锦囊的内容却让所有人瞳孔地震。今魏兵刚退，短时间内必不敢侵犯。你为汉中太守，率1万骑兵直扑长沙。魏延打开锦囊，瞬间狂喜，哈哈哈！好，谨遵丞相令。他终于能为先帝报仇雪恨。然而与此同时，马超的锦囊却许下了一个惊天承诺：只要他能从羌人手中搞到战马，就让他独领一军。马超面无表情，却将纸条揉得粉碎。为了重回战场，他决定信这一次。而诸葛亮得知一切后，更是倒吸一口凉气，喃喃自语：陛下，
你究竟还藏着多少惊喜？就在这时，李世民正头疼地看着眼前鼻青脸肿的两人。关兴昨天刚被放开，今天连饭都没吃，就和张苞打成一团，这成何体统？李世民嘴上说着为难，眼神却骤然一亮，一个绝妙的计划浮上心头。突然，李世民一声怒喝：“关兴、张苞，听令！”两人瞬间立正，半炷香内穿上铠甲，带上武器，我给你们一场流芳百世的造化。下一秒，两员大将威风凛凛地站在帐前，关兴更是迫不及待，请愿担当先锋，要取长沙太守首级。谁知李世民却话锋一转，勃然大怒：“关兴、张苞，你二人可知罪？”这突如其来的兴师问罪，让两人当场懵逼，双双跪地。臣等不知，请陛下明示。两人吓得魂飞魄散，连连求饶。可李世民却接连否决了罚俸和打棍子的提议。正当他们不知所措时，李世民终于公布了那个所谓的造化子发愿婚，罚你们在我帐前站岗3日。李世民内心暗笑，对不起了敬德叔宝，这门神之位得让这俩小子先占了。张苞一听，顿时嘿嘿一笑，还以为是天大的信任。可李世民却冷冷开口：“你笑什么？觉得轻了？关兴，把他带下去，先赏5板子。”关兴急忙提问：“陛下，我俩都去守门，那作战任务谁来执行？”李世民没有回答，反而反问：“我们现在有多少兵马？”关兴立刻汇报：“他们手上只有1800精锐，加上俘虏和新兵，总共不到3万人，而且大多都是毫无战斗力的新兵。”可李世民听完，眼中却爆发出骇人的光芒：“这些人由我亲自指挥，这一次我们要玩个大的，一把将他整个西线打垮。”关兴、张苞大惊失色，这怎么可能？可是陛下，敌军西线至少有5万大军啊！关兴满脸狐疑，3万对5万，这怎么打？李世民虽勇武，可指挥3万大军和6000人完全是2个概念。然而李世民却只是微微一笑：“你可曾听闻当年张辽800破10万？可那不一样。”关兴据理力争：“我们是攻城，他是守城。”谁知李世民却猛然摇头，眼中金光一闪：“谁说我们要攻城？我们是守城，不出5日，敌人必定来攻，下去准备。”这番话让关兴还想再劝，可张苞却一把将他拉住。李世民看着这对活宝，直接下令：“好，你俩互相监督，一人5军棍。”等两人走远，张苞直接一拳捶在关兴胸口：“你疯了，那可是陛下。”关兴却一脸担忧地解释：“我是担心陛下的安危。”可张苞却一句话让他哑口无言：“从成都到现在，陛下在军事上可曾错过一件事？”关兴瞬间沉默，许久他才缓缓抬头，心服口服：“你说的对，是我钻牛角尖了。”与此同时，数百里外的吴军大营，一场好戏正在上演。一个叫王二虎的士兵被当成戏作抓获，可他却声称有李隆志将军的密信。孙桓接过信，细细一看，瞬间开怀大笑。信上不仅详细写明蜀军兵力部署，更表达了对吴国的无限思念。真乃我吴国楷模！众将纷纷称赞，气氛瞬间达到高潮。可就在这时，王二虎却又掏出第2封信。孙桓满怀期待地打开，可上面竟然只有短短1句话：“别再联系了，我怕将军误会。”义士啊，有勾践之风。还有将领在吹捧，可孙桓的脸已经气得铁青。够了！他一声怒吼：“他都当叛徒了，你们还搁这吹呢！”全场瞬间噤若寒蝉。下一秒，孙桓双眼微眯，杀机毕现地盯住王二虎。他留下了，你为何要回来？我只想回家团聚，不想再打仗了。王二虎吓得跪地哀求。开玩笑，他可是亲眼见过李世民的手段，跟他打那不是送死吗？放肆！孙桓猛然抽出佩剑，直接抵住他的脖子。本将军就问你一句，这个开路的神长，你当还是不当？看着那毫不掩饰的杀意，王二虎哪敢受得顾子？一旁的顾温小声提醒将军，小心他心生怨恨。可孙桓却只是冷笑一声：“恨我的人多了去了。”孙桓却一脸不屑：“一个小兵能掀起什么波浪？”他轻蔑地瞥了眼顾温，仿佛在看一个不懂军事的傻子。我是西线主帅，战争期间我有绝对的指挥权。他猛然挥手，直接让手下将顾温架了出去。这些文臣就只会在嘴上说说。孙桓对着众将嘲笑道：“真给他们一支军队，恐怕还没上战场就吓尿了。”众将顿时哄堂大笑。行了，孙桓收起笑容。此地距离蜀军只有100里，多派斥候，别被发现了。然而另一边的武陵城头，张苞却已经等得不耐烦。我说，陛下说要送咱们一场流芳百世的造化，不会就是在这当门神吧？他和关兴本是李世民的帐前护卫，结果第2天就被李世民睹物思人，睡不着，唯有赶到了城头。关兴却是一脸淡定。急什么？今天刚好第3天，等我多杀几个江东鼠辈出气。可张苞却忧心忡忡：吴军怎么还不来？江东鼠辈胆小，肯定要等天黑偷袭。关兴不屑道。就在这时，李世民的声音突然在他们身后响起：“说什么呢？你们俩？”2人慌忙行礼，李世民只是摆了摆手，随即对关兴刚才的话表示赞同：“一将无能，累死3军。如果没有孙权，兴许不会打得这么难看。”
话刚出口，李世民就后悔了，这不把自己那便宜老爹刘备也骂进去了。张苞却壮着胆子追问：要是没有孙权，是不是就能攻下合肥了？李世民摇了摇头，分析道：难说，但若是放眼天下，能100%拿下合肥的，只有曹操和诸葛丞相了。丞相这么厉害？张苞一脸难以置信。当然，李世民眼神中透出无限敬佩。丞相以蜀兵，竟打得魏军畏蜀如虎。听到这话，关兴顿时羞惭不已。可是因为吕蒙偷袭，荆州已经落入东吴手里。李世民叹了口气，随即看向跃跃欲试的关兴，许下承诺：放心，等伐吴的时候，我任命你为前军先锋，为叔父报仇。陛下，关兴心有不甘，试图劝说：只要拿下长沙，整个荆州唾手可得啊！可李世民却态度坚决：今时不同往日，只能先集中力量，重点进攻魏国。为什么？关兴直接脱口而出：为什么不打与我们有仇的吴国？关兴，你放肆！张苞一脚将关兴踹翻在地，死死按住他的头。身为臣子，竟然敢质问陛下！关兴瞬间冷汗直流，他知道自己失态了，背负着父亲关羽失荆州的罪名，他无时无刻不想为父正名。眼看希望就在眼前，却被李世民一句不现实打破，这才让他情绪失控。李世民当然理解，但他更明白军法的威严。自今日起，关兴贬为偏将军，仍领本部兵马，来日戴罪立功。他扶起关兴，语重心长地说道：我知道你的苦衷，但不伐不足以明正军法。多谢陛下。关兴惭愧难当，既然处罚了关兴，李世民就必须解释清楚。他不想让这员猛将连自己为什么被降职都搞不明白。李世民冷冷一笑，开始给关兴上课。孙策周瑜是豪杰，可到了江东，要么早死，要么没了雄心。自古可有自南向北一统天下的孙权，他连给秦皇汉武提鞋都不配。李世民眼中闪过一丝不屑，所以今天给他一棒子，再给一个甜枣，他就不敢乱动，我们就能专心对付曹丕。可反过来就不行。李世民的语气瞬间变得冰冷。曹家祖传的睚眦必报，打他就必须把他打死，连骨灰都给他扬了。关兴这才恍然大悟。就在这时，李世民目光投向远方。第3天了，养精蓄锐，吴军快来了。张苞却满不在乎。我们据城而守，大不了再打一次逍遥津。李世民直接无语。那你就给他造成新的心理阴影。遵旨。张苞话音刚落，突然指向下方的人群。关兴，你看那是什么？关兴紧张看去，顿时松了口气。不就是新招募的乡勇在搭帐篷吗？我不想。张苞让他仔细看帐篷上面。关兴瞪大双眼，直接念了出来：大汉左护卫是龙宫将军关兴，这什么玩意？紧接着他又看到虎翼将军张苞，他彻底懵了。军帐上为什么有我们俩的名字？李世民笑着揭晓答案：将士们听说，因为你俩守护，朕的噩梦都没了。他们把你们当门神，盼望驱散邪祟。张苞直接无语。我们成仗神了。可关兴却皱起眉头，哪有将军为士兵守卫的道理？李世民立刻开导：他们是士兵，更是大汉子民，守卫他们就是守卫大汉的千家万户。一句话直接让关兴羞愧不已。守卫大汉子民，这可是莫大的荣耀。谁知人群中突然传来一句：哎呀，关兴真丑啊！刚还兴奋的关兴脸瞬间就黑了。李世民赶紧解释是画上的画像丑，关兴只能有气无力的认栽。知道了，我这个仗神还得守卫自己的耳朵。李世民大笑着拍拍他的肩膀，转身离去。大战即将到来。与此同时，巴西郡内，魏延看着眼前大军，直奔主题：都准备好了吗？情况紧急，我们现在就出发。大军浩浩荡荡，吴懿跟上，悄声问道：文长，我们这是去哪？魏延却只是神秘一笑：子远别问，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吴懿瞬间秒懂，5路大军退了4路，只剩孙权，这方向肯定是去干吴国。而此刻，距武陵城数十里的山地中，数百名吴军斥候被紧急召集。将军朱涛厉声下令：传孙桓大将军令，翻过这片山就是武陵城，没有命令严禁外出，违者立斩。可一个斥候却忍不住问道：将军，既然这么近了，为什么不直接杀过去？朱涛冷笑一声：现在是白天，翻过山就是平原，你想当蜀军的活靶子吗？就在这时，吴军大营内，那将军朱涛直接任命张大柱、侯彦为屯将，紧接着又任命王二虎为队长。他冷冷看着3人，命令他们半个时辰后去自己营帐。一个绝密的任务即将下达。与此同时，长沙城内却来了个倒霉蛋，奉命出使东吴的刘烨，此刻正坐在太守府里怀疑人生。好消息是自己没被打死，坏消息是他连孙权的面都没见到，就被打发到前线。可等他赶到长沙，主帅孙桓竟然已经带兵走了，他彻底懵了。我的任务这就完成了，他不敢再往前追，万一吴军败了，他这个投靠曹操的汉室后裔落到蜀军手里，下场比敌人还惨。他只能拼命安慰自己，算了，哪有那么多以少胜多，关兴张苞算什么东西？至于赵云的儿子，更是根本不值一提。然而他不知道的是，此时的武陵城头，李世民的呼吸已经变得急促，天色渐暗，一种属于军神的直觉告诉他要来了。许久不曾亲临战场，竟然有些紧张了。李世民自嘲一笑，双拳却因兴奋而微微颤抖。他渴望一场真正的大战，可他更渴望骑兵。若有500玄甲军，
我早就拿下整个荆州。他心中怒吼，何必在这等着吴军来攻？就在这时，天空彻底黑了，一道惊雷炸响，紧接着一声微不可闻的喊杀声传入他耳中。李世民比城头所有人更早捕捉到这个声音，来了。他话音刚落，有敌袭的吼声瞬间响彻城头，号角齐鸣，整个城池灯火通明。山下的孙桓当场大怒，暴露了！既然暴露了，那就强攻进攻。孙桓一声令下，无数吴兵宛如潮水，黑压压的涌向武陵城。关兴见状，怒吼一声：“孙桓无能，让尔等来送死！放箭！”万箭齐发，吴兵瞬间死伤无数。孙桓见状，气得双眼血红，对着全军嘶吼：“传我命令，蜀军弓弩已尽。”第一个登上城楼者，赏万钱，良田1000亩。那将军朱涛立刻领命，对着吴军大喝：“传大将军令，蜀军已无箭矢。”可他话还没说完，一支箭矢竟从100米开外呼啸而至，瞬间贯穿他的身体。朱涛直挺挺倒下，全场死寂。张苞等人惊骇地扭头看去，竟是手持长弓的李世民。李世民声如洪钟：“我军中箭矢还有100万，若是不信，尽管来试试。”陛下神射！关兴由衷赞叹，这距离这准头简直堪比当年辕门射戟的吕布。孙桓彻底疯狂，全军冲杀，有退者斩首，全家为奴。眼看吴兵再度疯狂冲来，关兴不动声色地跨出一步，他挡在李世民身前。陛下，刀剑无眼，还请暂且退下。李世民点了点头，转身离开。那这就交给你们了，朕为你们准备好功劳簿。看着李世民离开，关兴终于松了一口气。可他这口气还没松完，下一秒他整个人都僵住。下一秒，一名亲兵竟不顾阻拦闯了进来。他带来的消息让关兴眼前一黑，差点当场晕倒。不好了，将军，陛下他竟然只带了300骑兵和2000步兵就冲杀出去了。什么？关兴彻底慌神。快，随我杀出去，必须把陛下拦回来。就在这时，张苞也赶了过来，他一把拉住关兴。晚了，陛下已经和敌军杀在一起。更要命的是，张苞还带来一道命令：陛下有令，让我们紧闭城门，等他命令再出城。这关兴瞬间陷入两难，军令如山，可陛下安危怎么办？最终他一咬牙，臣遵旨。而此时的城外，看着面前数倍于己的敌人，李世民反而满意的点了点头，这才像话。久违的感觉让他兴奋到心脏燥热。下一秒，他的目光竟与远处的孙桓在黑夜中对上，就这一眼，孙桓遍体生寒，仿佛被一尊战场上的神明盯上。于是他立刻下令暂停攻城，不惜一切代价，先给我歼灭那支出城的军队，不留活口。瞬间，6万吴军潮水般围向李世民的2500人，整整20多倍的兵力。然而李世民却笑了，好垃圾的丹阳兵。他甚至还有心情观察，只一眼就看出8处破绽。就在这时，一支吴军已冲到20米内，李世民随口一道命令：左亲授拦住他，张兴旺、王达左右吃掉。不过几息之间，那支吴军竟被吞得干干净净。紧接着一道又一道命令从李世民口中下达，这2500人硬生生挡住6万大军，甚至还将对方压着打，整个吴军的指挥瞬间混乱。孙桓彻底看傻，他发出最后的嘶吼：不要管别人，给我集中兵力，杀了那个指挥的人。可他不知道的是，李世民早已预判了他的预判，想杀我。李世民嗤笑一声，指挥阵型不断变换，结果6万吴军大半竟被自己人挡住，基层军官更是被蜀军挨个点名，死伤惨重。城墙之上，关兴看得目瞪口呆，他喃喃自语：你说我俩是不是很多余？张苞深以为然，知道杨修怎么死的吗？这种话心里清楚就行。可即便如此，李世民还在后怕自己的一个微小失误。然而孙桓连他的失误都看不懂，他脸色苍白，彻底绝望。兵力占绝对优势，却被人按在地上摩擦。就在吴军心态彻底炸裂之时，李世民的声音响彻战场：关兴、张苞，听令，率领城内大军出城迎敌。下一秒，城门大开，2万多步兵如猛虎下山，冲杀而出。吴军的斗志瞬间土崩瓦解。眼看大势已去，孙桓的亲兵脸色煞白，赶紧冲上去：撤退，我们上当了，将军，快撤！亲兵的嘶吼让孙桓瞬间清醒，他咬碎钢牙，下达了最屈辱的命令：撤退！6万吴军阵型彻底崩溃，所有人都疯狂往后跑，只恨爹妈少生2条腿。然而李世民岂会放过这个机会？跑，骑兵跟我追！李世民一马当先，一枪杆就将孙桓抽翻在地，看都不看一眼。他继续朝溃逃的吴军冲去，区300骑兵面对数万逃兵，简直杯水车薪。但李世民却做出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决定：停下追杀，都随我来！下一秒，他率领300骑兵竟一鼓作气冲到所有吴军的最前面，然后猛然勒马回头，以300骑生生拦住数万人的退路。卧槽！城头上的关兴看得头皮发麻，李世民却弯弓搭箭射杀2名带头将领，一声爆喝响彻夜空，止步，将者不杀。人群中瞬间炸锅，一个声音压低了嗓子吼道：别信他，一起冲，他们拦不住。哼，
以为我找不到你。李世民冷笑一声，手指一松，一支利剑穿透夜色，将那人死死钉在地上。李世民环视众人，你们中有不少是关将军治下的百姓吧？我问你们，关将军待你们如何？一句话让躁动的吴军瞬间平静。关将军对我们确实不错。是啊，关将军不该死啊！李世民趁热打铁。我实话告诉你们，你们已经回不去。我以命魏延占领长沙，你们就算跑了，又能去哪？一个吴军将领瞬间跳出来反驳：不可能！魏延远在汉中，怎么可能到长沙？李世民冷哼一声：托你们陛下曹丕的福，魏延南平孟获，刚好回成都述职。我主是吴王孙权。吴王？李世民哈哈大笑，满脸嘲讽：不是曹丕封的吗？我说曹丕是你陛下有错。就在这时，远方传来铺天盖地的喊杀声：不好了！关兴、张苞杀过来了！吴军瞬间再次骚乱，兄弟们快冲！关羽、张飞都死于无人之手，他们的儿子能放过我？眼看局面即将失控，李世民却淡定下令：廖子，去传我命令，让关兴、张苞原地待命。接着他张弓搭箭，再次射杀一批冲在最前的乱兵。随后他运足气力，大吼一声：我乃大汉皇帝刘禅，我已经下令让他们停止追击，不信你们回头看。果然，远处的上万蜀兵停在原地，纹丝不动。不要再当别人的替死鬼。他李世民的目光如鹰隼般锐利，举报鼓动你们的人，我重重有赏。话音刚落，一个士兵猛地指向身边的人：他是我们的校尉，一直让我们冲。很好。李世民毫不犹豫，一箭射杀那名校尉，然后他看向那个举报的士兵：你叫什么名字？想当兵还是想当个百姓？那士兵扑通一声跪下，声音颤抖：小人王二虎，曾被陛下您俘虏过。后来我偷偷跑掉，那士兵当场认出：您是天策上将。小人的家眷都在长沙，我不想再打仗。李世民闻言龙颜大悦：王二虎听令，朕赏你1000金，良田万亩，任命你为县丞，年俸410。一句话直接砸懵了所有人。王二虎更是狂喜，这泼天的富贵竟真的砸到自己头上。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人群中立刻又有人跳出来：陛下，我也要举报，我后面这个人是裨将，他让我们一起冲杀。那人还想辩解，李世民却懒得废话，又是一箭穿胸，当场毙命。接着，李世民看向举报者：你叫什么名字？小人陈二东想继续留在军中。好，赏100金，升屯长。李世民大手一挥，直接给他升了2级。这下吴军彻底疯了，逃命！不存在的，这哪是战场，这分明是大型内卷现场。陛下，我也要举报，还有我，这是我们的将军。一瞬间，数万吴军争相举报自己的上司，生怕晚一步就没了自己的份。李世民微微一笑，一切尽在掌握。他转身吩咐，让关兴、张苞上来收编降兵。可人群中的长沙太守顾温此刻却如坠冰窟，他知道再不自救，下一秒自己就会成为别人升官发财的垫脚石。眼看关兴带人围拢，顾温心一横，直接冲了上去。这位将军，烦请转告你们陛下，吴国长沙太守顾温有要事求见。一夜厮杀，李世民不仅不累，反而极度亢奋。他正盘算着长沙战事，张苞就走了进来。李世民眉头一紧：我军伤亡如何？张苞一脸苦笑：新兵没经验，打赢了就疯狂追，结果阵型大乱，竟被吴军反杀600多人。这就是战争血的教训。李世民叹了口气：阵亡将士抚恤金必须发到家人手里，有敢贪墨者杀无赦。接着张苞汇报6万吴军投降了4万5，其中2万5千人想继续当兵。李世民当即拍板：你和关兴就带着这些降兵和新兵去把剩下的城池给我打下来，正好练兵。就在这时，张苞突然憋着笑来了一句：陛下，那个被您一枪抽晕的主帅醒了，嚷嚷着要见赵云的儿子。什么玩意？李世民直接蒙圈，这货竟然把李世民当成了赵云的儿子，难道被我一枪抽傻了？把他带上来。可张苞刚退下，关兴又进来了。陛下，有个自称长沙太守的顾温说要见您，让他也进来。李世民话音刚落，关兴满脸疑惑，为什么要用？也是我很了。下一秒，张苞和关兴分别押着孙桓和顾温进来，两人一见面，直接双实话。顾温心想被陛下一枪抽飞，这你都没死。孙桓却想，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官，在几万人的乱军里，这你都没死。张苞玩味地看着两人，怎么你们认识？不等孙桓开口，张苞直接打断：行了，别叙旧了。就在这时，孙桓猛然站起，满脸震惊：陛下，诸葛亮篡位了，难怪我输得这么惨。话音未落，关兴一脚就把他踹翻在地。放你妈的屁！丞相一片忠心，天地可见，打败你的是陛下，跟丞相有什么关系？陛下，刘禅。孙桓更懵了，他扭头看着顾温，那小将是刘禅，原来不是赵云的儿子啊！顾温尴尬的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这二货谁呀？我不认识。就在这时，张苞从殿内走出，陛下有旨，你们都进去吧。他看着地上的孙桓，一脸错愕。
他怎么还睡下了？孙桓挣扎着爬起来，怒吼：“睡个屁！老子是被他踹的！”关兴一把拽起孙桓，少废话，跟我去见陛下。他拖着孙桓来到李世民面前，往地上一扔：“陛下，这就是吴军西线主帅孙桓。”和狼狈的孙桓不同，顾温气定神闲。吴国长沙太守顾温见过大汉皇帝，李世民饶有兴趣地看着两人：“你们两个都要见我，有什么事非要等打了败仗才说？”孙桓突然开口：“刘禅，你母亲是我从小看大的，按辈分你得叫我一声舅舅。诸葛亮没教你尊重长辈吗？”放肆！张苞和关兴瞬间暴怒，手都按在剑柄上，只等李世民一声令下。李世民却嗤笑一声：“在我眼里，仗着年纪排资论辈的，跟王八没什么两样。”孙桓还想嘴硬，李世民却懒得废话：“6万吴军因你全军覆没，你觉得孙权还有兵力为你报仇吗？带下去！”被拖出去的瞬间，孙桓和顾温对视一眼，看到对方轻轻点头，他瞬间崩溃：“不，这不可能！我是吴国的罪人。”李世民转头看向顾温：“你不会也是来论辈分的吧？”顾温却气定神闲地笑了：“当然不是，我们做个交易如何？”“哦，说说看。”“你把我安全送回江东，我投桃报李，以长沙太守的身份助你拿下零陵郡。”与此同时，远在长沙的刘爷心态崩了：“蜀军怎么会绕过武陵，直插长沙？孙桓不是去收复武陵了吗？还有，你顾温一个太守随军出征干什么？现在整个长沙连个主事的人都没有，拿什么抵抗魏延？完了，全完了！”当魏延大军围城，刘学就知道长沙保不住了。他唯一好奇的是，究竟是谁有如此魄力，敢千里奔袭？绝不可能是诸葛亮。就在这时，魏延已经带兵杀进府内。刘大人，你可不属于无辜之人。当年你劝曹操进攻益州，就这一点，够你死上百回。刘延却冷笑：“可惜曹公没听我的。否则哪有汉中大败？”魏延不屑一顾：“他要是早来，我射掉的就不是他的门牙了。”两人唇枪舌战。刘约突然发问：“是谁下的命令，让你千里奔袭长沙？”丞相神鬼莫测，岂是你能料到？听到魏延的回答，刘学眼神复杂，竟主动求死。魏延却摆了摆手：“把他带下去，严加看管。没看到天下一统，在下不会轻易寻死。”刘延被带走后，魏延坐在太守府，心中却掀起巨浪。这次的命令确实不符合丞相的风格，难道下令的另有其人？就在此时，副将吴懿前来汇报：“将军，我军大获全胜。”魏延却直接打断他：“子远，丞相有没有告诉你，是谁将吴国西线大军引走，给我们留下一座空城？”“你开什么玩笑？你是主将！”吴懿一副见了鬼的表情：“你别告诉我你不知道。”魏延却摇了摇头，他也是一头雾水：“我只从丞相的门童手里拿到一个锦囊，别的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魏延和吴懿两人大眼瞪小眼，瞬间傻了。仗打完了，城也夺下来了，结果他们连谁在帮自己吸引主力都不知道。太守府里气氛诡异到了极点。就在这时，一名士兵冲了进来：“将军，抓住几个吴兵，说是从前线逃回来的。”魏延猛然起身：“快押进来，我要亲自审问。”与此同时，另一边，李世民站在江边，目送着顾温的船远去。他甚至不敢多看一眼，生怕自己会忍不住当场将那家伙千刀万剐。因为就在同意了顾温的交易后，李世民才真切体会到这个时代世家的恐怖，那可是千年世家啊！零陵郡太守下面8个县的长官，竟然全都是江东世家的人，竟然全都和顾温相识。所以当顾温带着关兴和几千新兵伪装成打了胜仗的吴军要求进城补给时，竟然没有一个人怀疑，甚至直接大开城门迎接。结果进城之后，关兴立刻摊牌，几乎是兵不血刃就拿下了整个零陵郡。唯一一个想反抗的，也被关兴如同砍瓜切菜般解决。就这样，50、00、长沙、荆州3郡已经尽归李世民之手。可他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他转过头看着身边的关兴，悠悠地问了一句：“关兴，你说这世家的存在对国家到底是好是坏呢？”只见李世民扭头问关兴：“如果一个国家的军官全都互相勾结，你罚一个，所有人就抱团求情，你怎么办？”不仅如此，他们的儿子孙子哪怕是个智障，也能世袭军官的位置。而穷人家的孩子再有本事，也只能当一辈子大头兵。关兴瞬间杀气上涌，那就只能赶尽杀绝，否则军队就不是将军的，而是军官的。可下一秒，关兴却犹豫了。但是把他们都杀了，没人填补位置，军队也就废了。一句话直接戳中李世民的心窝。没错，这正是他头疼的地方。而就在李世民为人才发愁时，另一边的魏延已经彻底炸了。当逃回来的小兵说出大汉皇帝亲临前线时，魏延和吴懿直接吓得瘫坐
在地。丞相称病不出，原来是陛下亲自下场了。魏延当机立断，不行，我必须去见陛下。他把刚刚攻下的长沙交给吴懿镇守，自己仅带亲兵就火速赶来面圣。与此同时，刚刚攻下零陵的李世民也发现一个尴尬到极点的问题，他手下没人了。偌大的零陵郡，他竟然派不出一个能治理地方的人才。李世民这才猛然惊醒，原来蜀汉的人才凋零到了这种地步。五虎将已死3人，魏延王平也已老迈，年轻一辈更是青黄不接。李世民甚至抬头看了一眼身边的关兴、张苞，心底一阵悲凉。这两个家伙死得比诸葛亮还早。不行，蜀国没人，那就抢别国的。李世民眼中闪过一丝狠戾，拿起毛笔就在丝绢上奋笔疾书。姜维、邓艾，他直接把这两个名字用圈圈了起来。关兴在旁边看得直发毛，悄声对张苞说：“你觉不觉得陛下现在的表情像极了你小时候抢我保雕弓的样子？”话音刚落，报汉中太守都亭侯魏延求见。李世民一愣，这魏延来的也太快了。他放下笔笑道：“让他进来。”不多时，一个魁梧大汉大步流星走了进来，正是魏延。臣魏延拜见陛下。可万万没想到，魏延起身之后，看都不看他这个皇帝一眼，竟然扭头对着关兴、张苞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臭骂：“你们两个怎么看护的陛下？万金之躯，岂可亲临战场？”张苞瞬间委屈的像个300斤的孩子。拦不住啊！你知不知道我身边这位有多猛？李世民懒得废话，直接转移话题：“将军攻取长沙还顺利吧？”魏延立刻汇报，不仅伤亡极小，还抓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大人物——侍中刘毅。李世民当场就愣住，刘约怎么会出现在长沙？可魏延接下来的话却让李世民差点笑出声。只听魏延一脸凝重的提醒：“陛下，我听说吴军主帅孙恒亲率大军来袭，您必须小心。我这就把长沙的大军调回来护驾。”他甚至还说自己抓了几个吴军逃兵，说什么吴军全军覆没，他一个字都不信。在他这个沙场老将看来，现场痕迹顶多是场2万人的遭遇战，吴军主力随时会杀个回马枪。听到这话，李世民终于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他转头看向张苞：“孙桓没自杀吧？”张苞一撇嘴：“那家伙脸皮厚得很，刚开始还绝世明智，现在饿得主动要饭吃。”此话一出，魏延当场石化：“抓住孙桓了，这怎么可能？”可他还没反应过来，李世民就下令让张苞带魏延去见见那个俘虏，顺便给他讲讲故事。眼看张苞带着一脸懵逼的魏延离开，李世民的眼神瞬间变得锐利，他将那张写满名字的丝绢交给关兴：“关兴听令，你带几个人乔装打扮潜入魏国，把这个叫邓艾的人给朕带回来。”关兴一愣：“如果他不愿意呢？”李世民嘴角一扬，语气却不容置疑：“我是让你去抢人，威逼利诱，哪怕打晕了扛回来也行，只有一点，绝不可杀。”遵命。关兴领命就要走。等等，李世民叫住他：“注意安全，宁可无功而返，也别把自己搭进去。”而另一边，当魏延听完张苞的描述后，整个人都傻了。6万大军全军覆没，主帅孙桓、太守顾温全部活捉，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可更让他震撼的还在后面。张苞耸耸肩：“我们收降了4万多吴军，一番操作下来，我们的实力不仅没有损耗，反而成倍增长。”魏延彻底麻了，他甚至得知零陵郡能兵不血刃拿下，全靠被俘的太守顾温帮忙。魏延想不通，顾温这么做回去不怕孙权扒了他的皮？张苞神秘一笑：“他说他看到了一个秘密，但陛下没兴趣听。”就在魏延的世界观被反复碾压时，他们已经走到关押孙桓的营房前。可诡异的是，门口的守卫竟然不见了。张苞脸色一变，刚想上前，却猛然顿住脚步。他一把拉住魏延，压低声音：“嘘，里面有人说话。”只听一个陌生的声音从房内悠悠传来，充满了蛊惑：“公子你糊涂啊！你在吴地虽不能继承大位，但有我们在，定可保你一生平安。”一个少年的声音响起，竟是那被俘的孙绍。他语气带着讥讽：“终生活在监视与猜疑之中，我还得谢谢蜀兵，要不是他们，我早就暴露了。”就在这时，一个冰冷的声音突然插入：“不用谢，想不到孙家祸起萧墙，小霸王的儿子都偷偷跑出来。”孙桓脸色巨变，瞬间拔剑：“谁？出来！”下一秒，魏延和张苞的身影出现。魏延眼神如炬：“本将魏延，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过？”魏延这2个字如惊雷炸响，孙桓心如死灰，他悲壮地对身边的少年嘶吼：“公子快跑，我拖住他们！”然而那个叫孙绍的少年却异常镇定，他直视着张苞和魏延，惨白的脸上竟挤出一丝冷静。张苞双手抱胸，戏谑道：“给你个机会，打开锁链，看你能跑多远。”可孙绍却将钥匙扔在地上：“我不跑，我想见你们的陛下。”此时，李世民正在为荆州守将人选发愁。马超、赵云年事已高，思来想去，似乎只有魏延最合适。可魏延一走，汉中谁来守？正当李世民头疼之际，门外通报魏延求见，真是天意。李世民大手一挥，让他们进来。结果进来的不止魏延和张苞，还有孙桓和一个陌生少年。就在李世民疑惑孙桓为何态度大变时，那少年竟自报家门：“孙策之子孙绍，见过陛下。”孙策的儿子。李世民瞬间明白了一切，他冷眼看着孙绍。
说吧，见我何事？谁知孙少竟提出一个要求，让他们都退下，我只和你一人说。李世民当场气笑，这小子还没搞清楚自己的身份。李世民猛然转向张苞，厉声喝问：“张苞，越狱该当何罪？”张苞心领神会，大喝一声：“斩首！”那还愣着干什么？拖下去斩！孙少彻底慌了，他扑上来死死拦住。不，他可以当我的使者。他李世民冷笑一声：“使者？你一个小小武常，哪来的使者？”孙少急得大喊：“我是孙策的儿子！”别说是孙策的儿子，李世民气势陡然拔高。就是孙策来了，也得按我大汉的规矩办事。李世民死死盯着他，一字一顿。我最后问你一句，你到底是谁？孙少心一横，双膝跪地，重重叩首。大汉吴侯，前会稽太守，讨逆将军孙策之子，拜见陛下。直到此时，李世民才挥手让众人退下，眼神却冰冷如刀。天下没有朕不能做的事，但朕不想做，你不能逼朕。房间内，李世民将孙少晾了许久，才让他起身。孙少顾不上发麻的双腿，开门见山：“我希望陛下助我成为江东之主。”李世民面无表情，给我个无法拒绝的理由。孙少深吸一口气，抛出自己的筹码。正如诸葛亮所言，孙权以力三世，贤能为用，没有我，你拿下江东的几率不大。李世民闻言，嘴角勾起一抹不屑，以力三世就难以拿下，他大汉朝24位先帝不也照样分崩离析？孙少竟想挺直腰杆，证明自己的价值。他甚至拿孙桓举例，他父亲的姓氏都是我父亲赐的，他愿为我赴死。但李世民只是冷笑：“是吗？可我看到的只是他被抓后的绝望。”李世民的眼神锐利如刀，瞬间刺穿了孙少的伪装。退一万步讲，就算他对你忠心，你觉得孙策的儿子比得上孙策的江山吗？李世民就是要贬低孙少，这就像在菜市场买东西，越是好货，越要往死里砍价。果然，孙少的眼神动摇，李世民趁胜追击，抛出一个无法反驳的事实：要是周瑜、太史慈还在，你若能说动他们，一切好商量。可现在，一声叹息尽显轻蔑。孙少急了，抛出最后的底牌：我是孙策的儿子，孙坚的长孙，我是正统。正统？李世民笑了，笑得无比嘲讽。你的正统比起传国玉玺如何？当年你爹用整个大汉的正统才换了几千兵马，你觉得你值多少？字字诛心。孙少瞬间面如死灰。李世民话锋一转：我承认你有点用，但用处比你想象的小得多。接着他抛出一个侮辱性的价码：江东之主你就别想了，我封你为乌程侯，继承你爷爷的爵位。孙少当场拒绝：不可能，这待遇我在东吴也能有。李世民等的就是这句话。本来可以。李世民的语气瞬间变得森寒。但你见了朕，你觉得孙权还会容你？就算孙权不杀你，他的儿子们呢？你觉得孙权死后他们会放过你？一连串的质问如同重锤砸在孙少心头。眼见孙少彻底崩溃，李世民才缓缓加码：这样吧，我封你为吴侯会稽太守，继承你父亲的爵位和官职，如何？孙少低头向外走，脚步异常沉重。终于在门口，他停下了。下一秒，他猛然转身，双膝跪地，重重叩首：臣孙少叩见吴皇陛下。成了。李世民心中大定，却立刻上前扶起他，一脸真诚：朕也是为了大汉江山，你不要怪朕。臣不敢。搞定孙少，李世民立刻召见魏延和张苞。李世民开门见山：荆州3郡谁来镇守？魏延立刻回答：丞相智谋超群，可镇荆州。李世民摇头：丞相需统筹全局，不可轻动。再想。魏延又提议：那就只有孟起或子龙将军。李世民再次拒绝：他们是北伐利刃，也不能动。魏延彻底没辙了：数臣愚钝，除了这3人，再无大将有足够威望震慑荆州。就在这时，李世民的目光突然落在了张苞身上。张苞？被点名的张苞吓了一跳，竟以为要提拔他，脱口而出：陛下，我不行的，除非让关兴给我当副手，再调李严大人来协助我。李世民瞬间无语：你想什么呢？朕是让你想个人选。张苞尴尬地摸了摸鼻子：我的想法和魏将军差不多。李世民眼中金光一闪：谁说的？我大汉明明还有一位不逊色于他们的大将。谁？魏延和张苞异口同声。李世民的目光如炬，直直落在魏延身上。远在天边，近在眼前。魏延，你觉得你比他们弱吗？一句话让魏延浑身一震，他立刻单膝跪地：谢陛下信任，末将自存不弱于任何人，只是汉中。放心。李世民直接打断早已想好对策：无益，王平可暂代你职，日后北伐有朕和丞相在，你不必担忧。李世民要用的就是历史上证明过自己的黄金搭档。话都说到这份上，魏延再无推辞。魏延，朕升你为魏将军，兼任长沙太守，假节节制3郡，有临机决断之权。臣必不负陛下所托。魏延重重叩首。李世民扶起魏延，却又抛出一个重磅炸弹：还有一件事，孙少已被我封为会稽太守，协助你镇守荆州。魏延当场就懵了。陛下既然不放心他，为何还把他留在荆州？李世民冷笑一声，道出其中算计：带回成都，孙权不就可以随便造谣，说孙少死在我手上？
到那时，他打着复仇的旗号进攻，既占了大义，又看清了谁对孙策还有幻想，一举两得。这番话让魏建、魏延若有所思。李世民接着布局，孙权可能会派人暗杀他，他要真死在我们这儿，孙权可就彻底没了后顾之忧。所以你要派人监视他，更要保护他。陛下深谋远虑，臣领旨。魏延心悦诚服。李世民轻笑一声，几十年的皇帝经验岂是白给的？李世民突然话锋一转，看向魏延。当年将军被先帝任命为汉中太守，曾说了一句霸气的话。魏延立刻会意，豪情万丈地重复当年的誓言：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10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那现在呢？李世民追问。魏延脸上竟露出一丝笑意。若孙权举天下而来，请为陛下吞之。李世民玩味一笑。将军也会拍马屁了。谁知魏延一脸严肃。末将只是实话实说。陛下300骑喝退6万吴军，当世名将，谁能相比？李世民突然收起笑容，郑重地看着魏延。有句话你一定要记在心里。你性情高傲，与同僚关系不睦，但我信你，日后官员派来，切记不可交恶。李世民想到历史上魏延和杨仪的结局，眼皮狂跳。这句特意的叮嘱让魏延瞬间热泪盈眶。臣惭愧，让陛下费心了。退下吧。李世民摆手，朕要班师回朝了。回朝？张苞却是一愣，关兴还没回来，刘烨也不见吗？李世民挑了挑眉，关兴另有任务。至于刘烨，朕等他不是嫌山路难走吗？那就让他多走走，再走2000里路去成都。张苞哈哈大笑，我去通知魏将军。而此时千里之外的刘烨看着古凌晨3个大字，激动的热泪盈眶。到了，可算到了，再走下去，老命都没了。就在这时，魏延走了出来。刘延看到他冷哼一声，以为自己看穿了一切。哼，刘禅呢？魏延用手一指远方，陛下在等你呢，请吧，前面带路。刘延一脸傲慢，谁知魏延却笑了。不好意思，不是我带路，是你上路。来人呐！话音刚落，几名将士齐刷刷走出。你们要杀我？刘延反倒不怕了，要杀在长沙就行，何必费这么大劲？魏延却摇了摇头。刘大人误会了，陛下几天前就回成都了，你太慢了。刘延瞬间捕捉到什么，双腿开始发抖。你这是什么意思？情况紧急，立刻启程。魏延大手一挥，把刘大人安全送往涪陵。涪陵？刘延脑门上冷汗直冒。为什么是涪陵？刘禅不是去成都了吗？魏延对着西边拱了拱手。陛下爱兵如子，到了涪陵，自然有人送你去下一个地方。那为何不走水路？陛下体谅你是北方人，怕你对赤壁有阴影，特意交代不许坐船。魏延说完，直接下令送刘大人上路。几名士兵立刻驮着刘烨就走。还有多远啊？刘延发出绝望的呐喊。不多，也就2000多里而已。这一幕把一旁的孙绍吓得遍体生寒。魏延却转头看向他，悠悠开口：孙太守觉得陛下做的不对。孙绍吓得连连摆手：不，我一点意见也没有。与此同时，成都城外，诸葛亮亲率百官，数万百姓翘首以盼。他们只知道新帝带回了胜利，荆州3郡回来了。就在这时，人群大喊：来了！几千人马军容整齐，缓缓靠近。万岁万岁万岁！呐喊声中，诸葛亮带着群臣来到那座皇帝专属的龙辇前。臣等恭迎陛下，还请陛下下辇。里面却毫无动静。诸葛亮又喊了一声：陛下，还请陛下下辇。谁知一个颤抖的声音从里面传来：丞相，我说我做龙辇是陛下的命令，你信吗？下一秒，张苞委屈地从里面探出头。而此时，李世民早已从小路回了皇宫。他看着皇宫的方向，轻笑一声：这个笨蛋张苞，真以为龙辇这么好做的？原来李世民一进益州就被官员逮住，更是被几个老臣堵住，非要逼他坐上龙辇。那几个老家伙态度恭敬，但他要是不听，保不齐就一口气上不来，倒在他面前。没办法，李世民只能老老实实坐上龙辇。李世民长舒一口气，总算甩掉了那帮老臣。原来李世民在距离成都不到10里时，终于找到机会，他直接把张苞拉进龙辇，威逼利诱，让他假扮自己。接着，李世民换上张苞的衣服，瞅准机会直接开溜。此刻，皇宫内，张苞正一脸委屈，指着身上的伤疤向李世民哭诉：陛下，你看，这是丞相打的，还有这子龙老将军留下的，这一脚我差点看见我爹，还有马超将军。李世民听得一阵后怕，汉朝大臣这么猛，战斗力比魏国还强啊！张苞说了大半个时辰才终于停下。李世民咧咧嘴：行了，朕晚上在你妹妹那儿补偿回来。张苞一听立刻点头：好。可下一秒，他突然想起什么。对了，丞相他们还在外面等着呢。所以你把丞相他们在外面晾着，自己跑来诉苦了？李世民瞪大眼睛。张苞脸色惨白，完了，
又得挨揍，让他们都回去休息。李世民赶紧下令，有事明日上朝再说。他不禁为外面的大臣们捏了把汗，这不死一两个都是先帝保佑啊！与此同时，东吴的上空却愁云密布。大殿之上，孙权看着两排文武，怒不可遏。刘禅小儿辱我侄儿孙绍，此仇不报，我有何面目去见兄长？孙权一开口就给事情定了性，孙绍就是被掳走的。他原本还想着对外宣称孙绍已死，然后借机报仇，谁知第二条消息传来，孙绍不仅没死，还被刘禅封为吴侯、会稽太守，协助魏延镇守荆州。这下孙权的计划彻底泡汤。有了孙权的发言，张昭身后一人立刻出列。臣以为可先派使者请回孙绍公子，再出兵。孙权没说话。孙绍会回来吗？他要是会回来，当初就不会走。紧接着，大将徐盛走出，不如让末将直接领兵攻打，夺回3郡。可张昭立刻反驳：若是孙绍公子在乱军中出了意外，你负得起责任吗？一句话说中了所有人的心思。打荆州可以，但万一孙绍出事怎么办？在场许多大臣都曾追随孙策，对孙绍有特殊感情。就在众人争吵不休时，大都督陆逊站了出来：长沙3郡必须打。他声如洪钟，荆州的重要性无比多年，岂可为了一个小儿毁了江东3代人的心血？张昭当场大怒：大胆！少公子是先主公的独子，你想让先主公绝后吗？陆逊却毫不退让：若是策将军还活着，也绝不会被一幼子威胁。够了！孙权一声怒吼，打断了争吵。孤让你们来是解决问题的，不是来听你们翻旧账的。眼看张昭就要揭老底，孙权赶紧喝止：开玩笑！论吵架，10个陆逊也说不过1个张昭。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决定：先礼后兵，先派使者多派几次。要是魏延实在不放人，再让伯颜领兵。张昭瞬间心凉，他听出孙权话里的意思，长沙3郡远比孙绍重要。可陆逊却自信满满：魏延虽勇，但绝不是他的对手。然而就在东吴密谋之际，李世民却迎来了穿越后的第一次上朝。文武百官能来的全都来，唯独张苞告了病假，在家养伤。李世民清了清嗓子：诸位，爱卿可有本奏？话音刚落，唰的一下，诸葛亮、赵云、马超满朝文武全都站了出来。李世民心里咯噔一下，完了，今天躲不过去。他无奈苦笑，只能硬着头皮：丞相先说吧。诸葛亮上来就是一顿输出：陛下，以后御驾亲征，能不能先商量一下？偷偷摸摸的，有损皇家威仪。李世民连连点头：是，朕记下。可他话音刚落，李严又站了出来：陛下，您让大臣替作龙辇，自己溜回来，实在让人寒心啊！朕记下了。紧接着又有人开喷：把我们晾在大殿外1个多时辰，不少人都病倒。李世民决定了，今天就1个字：认。他立刻表态：是朕考虑不周，所有身体不适的大臣全都赏100斤。朕的太医亲自上门，明后2天休朝，给各位休息。这一下，本来满肚子怨言的大臣瞬间哑火。就在这时，赵云上前一步，直接转移话题：陛下，新得3郡，太守人选可定。李世民差点感动的哭出来：云叔啊，你可算把我救出来了。他立刻宣布：魏延为魏将军兼长沙太守，镇守荆州。不过零陵和武陵太守还没定，诸位可有推荐？李严立刻质疑：魏延性情高傲，怕是不妥。李世民摆摆手：朕已提醒过他，还会派人协助。诸葛亮随即开口：臣以为可派蒋琬为零陵太守，廖化为将军辅助。李世民当即拍板：好，就这么定。接着便是武陵太守的人选，有人提议马谡，却被李世民直接否决。又长，朕另有任用。就在这时，李严保举一人：刘盈、柳修然，可谓武陵将军。刘盈，李世民心中一动，这可是个猛将啊，能攻善守，还忠心耿耿，不错。李世民当场拍板，连下3道圣旨，命费祎为武陵太守，刘颖为将军，命蒋琬为零陵太守，廖化为将军，另派杨仪、马谡相宠，协助魏延镇守荆州，防备东吴。至此，荆州布局尘埃落定。李世民早有后手，他早就嘱咐过魏延，马谡饱读兵书，但只能当个参谋，绝不能独自领兵。甚至他连刘备对马谡言过其实的评价都原封不动告诉了魏延。不仅如此，他还派杨仪、制衡、相宠调和，3重保险，万无一失。他相信魏延知道该怎么做。然而荆州人事安排妥当，李世民又抛出一个重磅炸弹：朕欲遣使与孙权讲和。此话一出，赵云当场懵了：陛下不是刚准备开战吗？怎么又要讲和？李世民微微一笑，要的就是2个字：大义。我攻下3郡，是拿回协议里本就该属于我们的地方。派个使者去，就是告诉孙权是他偷袭在先，这天下得师出有名。诸葛亮瞬间秒懂：陛下这手高，实在是高，将大义牢牢抓在自己手里。紧接着，李世民环视一周：诸位可有推荐人选？话音刚落，一人主动请缨：
启奏陛下邓芝愿望。李世民心里却咯噔一下，坏了，历史上就是邓芝说服孙权，两国重归于好。可这次他压根不想和，他怕邓芝超常发挥，真把事情办成了。于是他故意试探，此去凶险，孙权恐怕已备好长江喂鱼套餐，你当真要去？谁知邓芝轻蔑一笑，江东鼠辈而已，谅他也没这个胆子。我一番言语，定叫他羞愧难当。看着邓芝这副自信模样，李世民知道拦不住，他只能再三叮嘱：你只需要说明事理，让东吴百姓知道谁对谁错即可，其他不必强求。邓芝领命，竟说一人足矣。就在这时，虎贲中郎将来敏突然发问：陛下将孙绍封为吴侯，放在前线是否不妥？万一他死了，孙权再无后顾之忧。李世民却早有盘算，朕已令魏延好生看管。此举既能让孙策旧部心生顾虑，又能安定江东民心。来敏听完，由衷赞叹：陛下深谋远虑，臣不及也。朝会接近尾声，李世民已是身心疲惫，谁知廖化突然站了出来：陛下，关兴将军去哪了？难道已经……李世民神秘一笑：元简不必担忧，关兴被我派出去办要事，不会有危险。廖化这才松了口气。李世民当即宣布退朝，却单独留下两人：马超将军、子龙将军来御书房。御书房内，赵云一头雾水，不知陛下唤我二人何事？李世民哈哈一笑，看向马超，看来孟起将军做得很隐秘，连子龙都没听到风声。赵云更懵了，你们到底在说什么？李世民终于揭开谜底，当初给你们的3个锦囊，其实都出自我手。魏延的锦囊是让他奇袭长沙，而孟起的锦囊是让他以神威天将军的威望去羌人手里弄一匹马。话音刚落，马超激动地报告：陛下，我用尽全部家底换得4万战马，现在就在汉羌边境，随时可以运来。4万战马，李世民心头一震。虽然最多只能组建2万骑兵，但总算有了。可就在这时，马超却又说出一句：陛下放心，那番王可比能虽有一心，但只需许以好处。然而马超话锋一转，但是李世民收起笑容，有困难但说无妨。马超脸色凝重，4万战马，最多武装2万骑兵，训练还有损耗，上战场恐怕只有1万，这和曹魏比远远不够，而且培养骑兵耗时太久，我怕来不及。赵云也神情严肃，马超说的都是事实。一时间气氛降至冰点，可李世民却笑了：兵少怕什么？训练慢又如何？他早有对策。我出成都时，曾让人带了些图纸给丞相。赵云点头：是那封出师表吧？丞相爱不释手，睡觉都抱着。马超还打趣：丞相不怕夫人生气。李世民神秘一笑：丞相夫人不会生气，因为我不仅给了丞相出师表，我还给了他夫人一些图纸。皇夫人的机关术巧夺天工，她一定能造出我要的东西。赵云和马超异口同声：什么东西？李世民一字一句突出惊天秘密。此物名为马镫，有了它，训练骑兵事半功倍。马超瞬间目瞪口呆，和骑兵打了一辈子交道，他从未听过这种东西，真有那么神奇？李世民给出一个致命比喻，它的区别就像有马鞍和没马鞍的区别。马超猛吞口水，世界观正在崩塌，他急切追问：此等神物在哪？丞相知道图纸的事，却不知图纸是什么。这东西仿造成本极低，目前只有皇夫人一人知道。马超热血沸腾，跃跃欲试。李世民看穿了他的心思，大手一挥：走，我们去丞相府。然而走在路上，赵云却觉得不妥。陛下，我们这么过去，与理不合。李世民却毫不在意：低调一点，别声张。说罢，几人已到相府门前。门童一听是陛下来了，吓得魂飞魄散，慌忙跑去通报。诸葛亮一路小跑赶来，大老远就要行礼。李世民赶紧扶起：丞相不必多礼。诸葛亮满眼放光：陛下的出师表真是神来之笔，臣现在明白了，先打长沙3郡是为了解决北伐的后勤。李世民微微一笑，聪明人就是省事，他直接切入主题：丞相可知我今天为何而来？诸葛亮瞬间猜到，与交给剑内那几张图纸有关吧？走，我领你们过去。诸葛亮边走边说，脸上满是好奇。乐英说这东西非同小可，用处奇大，竟不眠不休钻研，连我都没看过。此话一出，马超兴趣更浓，连丞相都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逆天神物。不多时，四人来到一处房门前，诸葛亮敲响了门：乐英，快来参见陛下。下一秒，大门打开，一位女子从中走出，正是诸葛亮的夫人黄月英。李世民胸有成竹，想必那些图纸对夫人不成问题。谁知黄月英却滔滔不绝：图纸有些模糊，比例还是错的。李世民瞬间有些尴尬，这可是他凭记忆画的。然而黄月英话锋一转：但我一看就知道怎么用，而且大多数一次就成功，只有那个明光铠甲有些繁琐，用了2次才成功。不过这东西用铁太多，恐怕无法大规模制造。李世民赶紧找补：没事，
明光铠本来就是给最精锐的骑兵准备的。接着黄月英侧身一引，陛下请进，正好让您见证一下。就在这时，李世民却摆了摆手，让孟起和子龙随夫人进去吧，我和丞相谈些事情。什么？这可是他亲自设计的神兵利器，他竟然不看。诸葛亮心中一凛，看来肯定是有天大的事。于是他立刻会意。月英，你带2位将军去吧，我和陛下谈些公事。下一秒，李世民和诸葛亮来到书房。李世民没有丝毫废话，开门见山：丞相可知9品中正制？诸葛亮点点头，随即一针见血：短时间内可以选拔人才，但时间一长，弊端必现。要不了多少年，高官都将出自那几个大家族。不愧是诸葛亮。李世民深以为然，补上致命一击。届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诸葛亮更是长叹一声：何止9品中正制、察举制、征辟制，最终都容易形成门阀世家。难怪民间流传举秀才不知书的说法。就在这时，李世民抛出重磅炸弹。我倒有个想法，他在和平年代也能用，而且能够做到尽可能的唯才是举。诸葛亮瞬间眼前一亮，身体前倾。什么办法？李世民深吸一口气，缓缓吐出3个颠覆时代的字：科举制。科举制。诸葛亮闻所未闻。李世民直接解释核心：简单来说，就是通过考试选拔人才，不论任何人都能参加，择优选取。一瞬间，诸葛亮如遭雷击，他低下头苦苦思索，却震惊地发现自己竟找不到这个制度的一丝弊端。他声音嘶哑，满眼震撼：陛下，大才科举制一出，可彻底解决我大汉的人才选拔问题。然而李世民却猛然泼下一盆冷水：没有完美的制度，就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有个致命问题。这个时代能识字写字的有多少人？不还是大多出自世家豪族吗？如果底层人民读不了书，科举制迟早会成为顶层人投身官场的台阶。气氛再次凝重，诸葛亮却目光坚定：但科举一定要办，要让天下百姓知道，哪怕出身低微，也有一条路可以当上大官。于是李世民立刻拍板：先拿1郡做试验，再由朝廷出面，每一郡设立学堂，挑选100名贫苦且优秀的学子，供他们免费读书，再多国家就供不起了。李世民眼神一冷，补充道：若有世家子弟混进去占便宜，严惩不贷，大体就这么办。丞相回头弄个具体方案。臣遵旨。就在诸葛亮以为结束时，李世民却突然抛出一个冰冷的问题：还有一件事。他面无表情，眼神深不见底。听说朝中许多大臣对9品中正制也比较满意，好像是有这么一回事。听到诸葛亮的回答，李世民长叹一口气：这些人总以为自己老子英雄而好汉，实际上大多是赵奢与赵括。李世民的眼神瞬间锐利起来。如果我们推行科举制，会不会有阻力？肯定有。诸葛亮斩钉截铁：很多人已经准备好成为1000年的世家，自然不肯放弃。然而他话锋一转，霸气侧漏：不过这点阻力对我们而言不值一提。好，李世民心中豪气顿生，不愧是卧龙。想到后世那些门阀的巨大影响，李世民瞬间下定决心：好大的野心！但既然遇到了我们，岂能让他们如愿？军权在手，天下我有，马超、赵云、魏延这些军中大佬还在，谁敢掀起波浪？就在这时，李世民突然话锋一转，带上了一丝玩味。话说回来，丞相的家族也是世家吧？诸葛亮坦然点头：是的，琅琊诸葛氏虽然比不上元阳陈询，但也非同一般。李世民笑了：可是丞相您能一个人压着整个天下？谁知诸葛亮却摇了摇头：若非先帝3顾茅庐，谅只是南阳一农夫罢了。既然大势已定，李世民也放松下来，开始闲聊。丞相的五禽戏练得如何？诸葛亮竟露出一丝苦笑：身体确实比以前好多了，打人都感觉有劲。李世民一愣，随即想起一事：我听张苞说，丞相打人都很有力气。不瞒陛下，那日确实下了重手，而且就是我和赵将军领的头。什么？李世民惊了，原来张苞挨打竟是诸葛亮和赵云带头。只听诸葛亮解释道：这倒霉孩子竟敢在数万百姓和满朝文武面前从龙撵里露脸，不打不行，不打他就要被满朝文武的弹劾给砸死。听完解释，李世民哭笑不得。这么说，他挨打全是咎由自取。那第2次呢？第2次，诸葛亮嘴角难掩笑意，那就是纯粹该打。大家包括我打得不亦乐乎，这个家伙真是的。李世民忍俊不禁，随即尴尬地摸了摸鼻子，赶紧扯开话题：不如去看看孟起、子龙他们吧。诸葛亮立刻起身带路，亮也很好奇，究竟是什么东西能让月英沉迷其中。李世民哈哈大笑：哈哈哈，
之前子龙还说丞相沉迷出师表，现在看来情况完全反了过来啊！话音刚落，两人已来到一处房间前，李世民不再客气，直接推门而入。结果映入眼帘的竟是几张空荡荡的桌子。丞相，这……李世民满脸错愕，谁知诸葛亮却神秘一笑：“陛下，打造这么隐蔽的东西，当然不能在明面上。”说罢，他在几张桌子上一阵摸索，下一秒，只听“火了”咔时，一声清脆的响声传来，李世民身旁的墙壁竟然出现一道门大小的空间。看着李世民震惊的表情，诸葛亮颇为得意：“夫人的机关术出神入化，亮也有所不如。”李世民微微一笑，迈步走入。刚开始还很狭窄，仅仅一人空间，可越走越大。100多步后，眼前豁然开朗。只见黄月英正和马超、赵云激烈讨论，手里还拿着东西比划。参见陛下。黄月英见李世民进来，慌忙行礼：“不必多礼。”李世民随手拿起一旁的马凳，仔细端详，不错，和记忆中一模一样。怎么样，两位爱卿感觉如何？马超眼神狂热，语气激动：“惊为天人！若不是地方太小，臣都想骑马试试了。”李世民能想象马超的震撼。作为顶级骑兵统帅，他一眼就看出马镫的巨大军事价值。紧接着，赵云举起手上的护肩，还有这明光铠，一整套50多斤，几千骑兵就能击溃10万部族。然而黄月英却泼来一盆冷水：“赵将军恐怕要失望了。明光铠用铁极多，以蜀中资源，恐怕造不出太多，而且制造繁琐，数量还要再打折扣。”可李世民却毫不在意：“不需要太多，300-500副就够了。”李世民清楚，兵在精不在多，500玄甲军足以神挡杀神。他担心的是兵和马。一套明光铠50斤，穿上还能战斗的人有多少？驮着重甲士兵还能冲锋的好马又有多少？马超掂量着铠甲，面露难色。人好说，500精锐禁卒能挑出来，但是马，1人3马，有点悬。尽量吧。李世民眼神坚定，下达命令：“孟起，由你亲自训练这批骑兵，要比西凉铁骑更严格。子龙将军协助你，强强联合。”赵云立刻躬身领命：“臣遵命。”马超更是热血沸腾：“陛下放心，拼了这条命也要完成任务。”但他话锋一转，提出了一个请求：“不过眼下，臣想试试这马镫的效果。”哈哈哈，好！李世民大笑：“走，你2人1人1副出去试试。”与此同时，成都郊外，我说小关将军，我们这算不算进入成都了？一个老者趴在马背上，有气无力地问。关兴撇了撇嘴：“刘大人，这已经是你第10次问了，就这么想弃暗投明？”刘焉顿时吹胡子瞪眼：“我呸！老夫被你们胁迫千里，差点死在路上，还不能多问几遍。”原来这2人竟是李世民点名要的邓艾和马军，被关兴一路想开脑亲唤呢。来，行了，有马让你趴着就不错了。你没看我都在走路吗？整个成都你都找不到几匹好马。关兴话音刚落，远处突然传来一阵嘶鸣，声音越来越近。下一秒，一匹异常神俊的白马出现在众人视线中。刘焉幸灾乐祸的大笑：“哈哈哈，小关将军，你说的可不太对啊！我看这匹神驹比你的好多了。”关兴脸色一僵：“你懂个屁！这马通体雪白，分明是子龙老将军的坐骑，整个天下都没几个能比的。我跟你说啊！”然而他话还没说完，又一阵嘶鸣传来，紧接着一匹丝毫不逊色的神驹赫然出现在眼前。关兴瞬间石化，整个人都傻了。啊！我说你们蜀国怎么搞的？马匹已经这么不值钱了吗？这样的神驹让他们乱跑。还有啊，那马鞍两侧的是什么？老夫怎么从没见过？关兴还没开口，一旁的马军却抢先回答：“应该是辅助上马的装备。”关兴有些惊奇：“你平时不说话，原来是有口吃。”马军顿时面红耳赤：“将军见笑，在下从小如此，不善言语。”关兴却大手一挥：“这有什么？张苞脑子不好使，我不照样照着他。”就在这时，一声呼喊传来：“关兴，你终于回来了！”关兴扭头一看，正是赵云和马超。他立刻解释：“我就说嘛，成都怎么可能随处可见神驹？原来是马超将军和赵云将军。”眨眼间，2人已经来到身旁。马超眼神锐利，扫过众人：“这俩老头和这个年轻人是谁？”刘焉挺直身子，傲然开口：“大魏东庭侯刘协、刘子阳。”赵云摸了摸下巴：“刘烨，听文长说过，你够倒霉的，竟然没死在路上。”刘宪冷哼一声：“我命硬得很。”接着赵云看向另外2人：“马军、马德衡，无名小卒，邓艾、邓氏在。”一个结巴，2个结巴。赵云瞬间明白，一把将邓艾提上马。陛下点名要的人，
那你跟我们走。马超也把马军拉上马，跟紧我们，改日给你换匹好马。就这样，一行人浩浩荡荡去面见李世民。李世民远远就听到了马蹄声，他们来了。可当他看清时，却愣住了。怎么是3匹马？诸葛亮也疑惑不解，直到走近了李世民，才发现赵云、马超和关兴的马上都多了一个人。那个年轻的应该就是邓艾，可那2个老头是谁？正思索间，关兴已经上前禀报：末将关兴参见陛下，这个是邓艾，这位是马军。至于他，刘烨你自己说。刘岩昂首挺胸，大魏国东平侯刘远、刘子阳。然而李世民理都没理，直接看向另外2人。马德衡、邓氏在。关兴，你立了大功，即日起官复原职，过几天朕还要加封。邓艾激动地跪下，无名小卒还能被陛下知道，草民惶恐。马军同样如此，见过陛下。2个身怀绝技却不得志的人，此刻激动的话都说不清。李世民看着2人结巴的样子，有些无奈，他求助地看向诸葛亮：丞相，这能治好吗？诸葛亮摇了摇头，把握不大，但量可以一试。行，他俩就交给你了。李世民拍板决定，放心，邓氏再有不输陆逊的军事才能，马军的机关术也不在你之下。安顿好2人后，李世民立刻看向赵云和马超：怎么样？这马镫的效果如何？马超眼中放光，神物，比陛下描述的还好，要早有这玩意儿，我敢用新兵和羌人直接对阵。赵云也补充道：对，我们也有不小的帮助，总体提升大概有1成。1成，战场之上，生死之隔。那你们发现马镫有什么问题吗？赵云摇了摇头，这倒没有，基本没什么问题。可就在这时，关兴却突然开口：我倒是发现一个问题，不过不是马镫的问题。瞬间，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关兴小心翼翼地开口：可能赵将军和马超将军的马是神驹，感觉不出来。我的马比较普通，所以比较明显。赵云皱眉，一脚踢在他屁股上。别废话，赶紧说。关兴揉了揉屁股，这才继续说下去。关兴悠悠说道：蜀中多山地，马蹄磨损严重。说着，他猛地抓起马蹄向众人展示，果然磨损到触目惊心。关兴叹了口气：再这么下去，神驹还不如驴，好歹肉好吃。这话一出，马超顿时眉头紧皱，赵云也陷入沉思。他们这才猛然惊醒，过去在凉州和公孙瓒手下，他们根本不缺马，从没想过磨损问题。可现在他们没那么多马匹消耗，这简直是骑兵的致命缺陷。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际，一阵狂笑突然打破沉寂，竟然是阶下囚刘烨。他放声大笑：人言蜀中人才济济，诸葛亮智多近妖，今日一看，不过如此。